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打造美股交易的利刃。这个礼拜呢，本来没有太多想讲的，结果周五的一波拉升，让整个市场变得非常的扑朔迷离。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周五这波的拉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就该如何影响我们对后市的判断？那么什么是美股陷阱？我们面对什么样的陷阱？那这个陷阱是用来trap 这个牛的，还是用来 trap 这个熊的？我们该如何去判断？那么今天呢，我将跟大家通过数据分析和一些技术来综合的对这几个话题进行一个讨论。那么如果您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视频，别忘了去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我们的平常更新呢是不定期的，希望能帮助到大家。我们请您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好，那么在视频开始之前呢，来号召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的 Twitter， 那么也是交易之刃这个 Twitter。我和我的团队呢，时不时在上面做一些更新，然后分享一些平时观察到的事情。好，那我们看一下这礼拜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礼拜的一个变化的话，两个数据，不管是 AIM 和是 AI 的这个 survey 都是周三的，那么他们对我们这个影响呢是不大了。为什么？尤其周五的一个大的反弹，我们也看到的是大量的投资者，他们反而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有意思的一个情绪和想法上的变化。那么这礼拜如果去看市场的走势，其实整体上还是一个不弱的、偏强的。那么比较倒霉的或者是比较差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软件的板块，还有一些大的科技。那么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是有涨有跌有红有绿，说明市场是在这个位置上走出了一些比较有分歧的地方那么倒霉蛋呢，就是这些软件板块还有就是这个就是科技大型科技中的跟软件相关的地方。那么强势的包括英伟达。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后面的走势该如何去判断呢？我们来看几个不同方向和维度数据。好，那么先来说一下周五的走势是怎么回事。我们根据最新的一些投行的研报还有包括我们对市场的一些理解，我们来复盘一下周五的一个细微的走势。好，我们来复盘一下周五的一个数据。在周四的时候晚上，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一些数据的更新。那么一个重要的数据是 pension rebalance， 也就是我们说养老金的一个调仓，它在这个月底的话还有9个 billion 的仓位没有卖出。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市场是出现一个 long gamma。long gamma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做市商在整体上会出现尽量去拉平衡的这个态势，就是如果你涨了它就会跌，如果你跌了就更容易涨，就是说它尽量维持在不变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早盘的话的走势可以说是相当的 bearish， 这点也不太符合我们预期。我们来看一下它当时的走势。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15秒的这样一个1分钟，不是15秒，1分钟的日内走势图。那么在开盘之后呢，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么一个拉升之后，迅速的就下跌了。下跌之后呢，就是不断的向下进行一个下沉。那么下沉之后呢，它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下午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纽约时间就是东部时间差不多中午之后出现了一个反弹。反弹之后其实来到这里就是一个横盘了。那么作为一个平常交易比较多的或者说你比较经验的交易员，你可以看到这个基本上就是你可以预期就在这附近进行一个什么锁仓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的这个不管养老金在这些天或者说到月底之间，它大约有25个 billion 左右的一个卖压，都在这些天基本释放的也差不多了。那么下跌的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小幅的这么一个衰竭可以看到这个小幅的这么碎步的一个衰竭，也是一个什么呢？仓位出的差不多的一个情况。那么下午的话，我们说一般来说约定俗成就交给 market maker 去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调仓。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大的 long gamma，多说一句，就是如果做市商是 long gamma 的话，它在某种程度上会起到很大的一个阻力作用。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来的说，基金之间互相有个默契，就是当你这个做市商有很多仓位要处理的时候，我不在这个地方不轻易的去做一个什么呢？不轻易的去做一个非常激烈的投注。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周五的行情往往在下午它的波动会比较小。那么我们也看到在下午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 SPX 它的期权的波动率，也就是它的期权价格来到非常低的位置，这是符合我们整个的预期的。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个横盘，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看到的是预期应该是拉做一个横盘的价值。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最后在尾盘的时候，也就是超过了
2点半出现了一波急速的拉升，而这个拉升是大约在5230左右，直接拉升到了5280，也就是将近50点的拉升。那么这个点5230到5280，也就是在半小时之内就完成了如此巨大的一个拉升。那么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很多的群友迅速的就什么就 FOMO 了，迅速的这个心态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本来这个地方担心下跌，变成了什么呢？就错过上涨。好，那么尾盘的话是这个 SMCI， 也就是说这个 MSCI 的这个指数出现了 rebalance， 那么市场对它预期不足，因为大家认为 MSCI 的 rebalance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MSCI 的这个指数，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指数，它在进行一个重新调仓的过程中，往往不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影响。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的指数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现在指数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讲到，也是某种风险的信号之一，就是我们的整个指数已经不太能表现出当下市场它真实的一个状态了，因为指数已经它过于的集中于几个强有力的个股，所以当它稍微一调仓的时候，这个强有力的，比如说买入微软或者说买入新英伟达进行调仓的时候或者是我在调仓这个指数的时候，他们的比重在增大，我就在这个位置上进行调仓买入，就一下把美股的指数拉上去了。那么本来在这个地方，比如说5220或者说5230附近进行锁仓的这么一个做动作就被打破了。而这个地方我们跟大家讲，下午的时候它往往它的 IV 是非常低的，或者说整个期权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交易量，又出现了相对来说的真空，所以说咣的一下就给拉上去了。半小时的时间一下拉出了50点。那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当市场上我们一般来说像这种半小时拉50点的情况，往往出现在就是熊市或者说整个大规模下跌的一个末期。那么这个地方的月末的这么一个调仓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它也是一种类似于天时地利人和的这种一个具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巧合，或者说出现了一些非预期的事情发生。那么整个这样的话拉起来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对于后面我们整个判断走势来说，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本来是一个什么呢？很标准的确定下跌的这么一个走势，而这个走势就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么这样的话，就其实体现出了我们美股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所谓的陷阱模式。而这个陷阱模式，它不一定是针对牛或针对熊，也许是针对两方都是。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化解它？我们先来看以下的一个数据。好，第一个数据的话，我们来看，就是如果在市场上历史上上半年非常强，超过10%以上的一个涨幅，那么下半年的涨幅会怎么样呢？会更加强，会更牛逼，就是因为上半年的涨幅强，下半年更强。那么另外一个观察，我们知道就是股票回购是市场上非常强烈的一个就是说上涨的动力。我看之前有人留言或者有人在分享的过程中，他们就说到像这种什么养老金几个 billion 什么股票回购几个 billion 或 CTA 几十个 billion， 那属于我们估值都已经几十万亿了，你这几个 billion 算什么呢？但实际上大家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或者说有一个概念都没搞清楚，就是市值是否，比如说我的市值蒸发2000亿，或者我市值蒸发到3000亿、5万亿都可以，市值的蒸发是不是真正就是这些资金的流出？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任何的公司，它有很多股票，然后称为总股数，然后你的价格乘以总股数是你的市值，但是它还有流通股数，也就是流通股数有可能是总股数的一个小部分，而流通股数它们的流通性的变化，或者说就是成交下的价格会造成市值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波动。那么你真正比如说股票回购也好，其实是在抽这个什么呢？流通股数。流通股数在抽少了之后，它在某种程度上长期它影响就是比一般你所看到的资金要非大得多得多。那这个我们具体再就是稍微去解释一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股票回购这个力度是比去年同时间还强的。所以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数字，那我们再来看后面它的可能的风险。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将标准普尔 return from June to December。那么如果要是说从5年开始正常的话，那就是一个8.1%。那有人说呢，这8.1%怎么这么高啊？就是说就是这么高，就是说为什么这么高呢？就是有一个特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因为我们下半年往往的 performance 或者说整个市场，因为有做的节假期嘛，所以它整个过程就是比较强。那么如果是我们说January 或到 May 它大于10%，那么你可以看到它就变成13%和11.6%了。
那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现象哈。那我们再回来看的话，是这2年的这么一个从节气和我们股票回购的角度来说。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说整个这轮市场的上涨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力，它不是海外投资者狂买美股，也不是什么这些机构在疯狂买入，而是家庭持有的风险资产比例最大。那么就是跟房地产我们说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房地产的话是非常非常淡的这么一个淡季，那么购买房地产的意愿也是来到非常低，交易量也非常差。那么意味着你在投资房地产，或者有钱人或者有多余的钱去投资房产，去产生现金流的这个模式，由于非常高的利息和并没有跌很多的房价，对于投资房地产来说其实是一个不是特别值的现象。所以很多钱，那么家庭持有的资产就纷纷流入到了风险资产，那么就是股市。那么股市中本来涨得又好，那么更多人愿意把钱投进来，而很多的家庭之前没有投资到股票里面纷纷看了其他家庭投资到股市中赚了钱之后尤其是现在养老金还有些家庭的资产那个配置他们看到别人谁谁家买了指数就赚了很多钱就会更加大踏步的一个投资。所以说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数据，就是 461K 和我们整个的家庭的对股票的配置几乎来到了历史最大。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说当大量的市场投资者他们都是普通投资者的时候，当你市场真正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释放的时候，你都可以想象到他们的行为是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做壁上观，随着下跌的深入慢慢的坐不住了，而最后呢一定是割肉在地板上。那么这是我们普通投资者的一个必然的宿命也好，或者说经常经历的这么一个周期也好。那么另外一个分享就是我们说的资金的集中和指数的失真。那么这2点呢也是容易看大家一个图。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说 five largest companies as share of 标准普尔500，这是 SP500。Total market cap， 那么这个意思就可以看到的话，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指数已经来到将近 27%， 这是几乎是历史从80年过来之后的最高。那么对比前几次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调或者危机，往往都能看到的是这种指数出现一个 skew， 就是什么呢？就是资金集中指数的这个不平衡的出现，往往代表着整个股市的一个巨大风险。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优秀的市场或者说优秀的一个牛市，它应该是一步3回头，或者说慢慢的向上，而且呢回调会比较克制，而且回调非常剧烈。什么叫这2句话它是一个矛盾的？就是回调比较克制指的是什么？就是它比较规律，而且回调的幅度不能太大，比如来个20%那不叫回调，就是5到7的一个回调，但是它又比较剧烈，它可能几天之内就会完成一个快速的下杀。我们去对比，到时候我们去对比一下今年，还有看一下什么是好的牛市，尤其我拿出比如2013年的这样一个走势，我们一会儿去来分析一下。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我是 market cap of largest stocks relative to 什么呢 75% percentile，这 75th 的 percentile stock 来这个对比来说，这个数字其实是在什么转折的过程中，就是从特别大然后开始向下的过程中，在往往出现这些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转折信号。那么这样的一个转折信号意味着它可能是底，也可能是顶。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说，它这个图它的这个横坐标的时间轴上是巨大的一个以多年为一个格，也就是说这里面至少是个年线图。所以说你拿一个年线图来分析我们短期内的一个走势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因为我们拿年线图，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投资者没有耐心，甭说年线图了，你就是明天不跌都会非常不爽，更别提说所谓的年线图了。所以你看这个年线图的话，我们基本上是一个宏观上的这么一个分析。好，我们再回到另外一个点，就是说还有就是 CTA 的力量进行饱和，就是市场另外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购买的这个力量在这个位置上是饱和了，就是说他们也买不动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核心的购买力就是 household， 就是说我们的家庭的购买量是否能继续持续，再加上股票回购。那股票回购的窗口期基本就到6月中，6月中开始准备下一个财报季开始，那么股票回购的力量也会减弱。那我们可以看到的话，那么这个市场上就会出现很多的所谓的陷阱，就是你不一定能跌下去，
但是你想特别让你痛痛快快涨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图，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从几个维度来看一下市场的走势。那么首先从一个5分钟的角度来看，我把这个系统关掉啊，我们来看这是一个裸图。那么5分钟这个维度上看，本来是离开了我们说了5分钟的中枢段的一个走下行之后，上面我们上给大家分享过，这是一个1分钟的小300出来之后，至少1分钟向下，1分钟走，为什么我们说你大多数人是抓不住这样的一个上涨趋势的？是因为你这样的一波比较强烈的向下啊，这波比较强烈向下，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大家看这是一个小的中枢，这是一个小的时候，这个下来之后其实并不构成巨大的一个位置，只不过这里有一个衰竭之后，我们看的是小的底背离之后拉起来了以后，你非常难判断这个位置的反弹是多久，可以是拉起来再向下，也可以拉起来做横盘。但是它猛的冲上来了之后，就会让你的整个走势变得相对来说也比较复杂。那么相对比较复杂的话，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30分钟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事情走势的复杂程度。那么从 QQ 的30分钟图来看，我们这30分钟的一个系统，那我们从上次跟大家讲到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横盘出来之后，从底部这里有一个买入之后拉上来了以后向上，大家看这里向上，这是拉上来之后向上之后形成了多头排列，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顶部的这么一个信息之后，再出现什么，在顶部的这么一个震荡，那么快速的杀下来之后，这里再上去，那你的这个不确定性有一点是弱了，为什么呢？这里是一个什么呢？这里是相对来说这个地方的所谓的这个中枢的一个压力区，加上你下面的这个多头的排列正好呢又没有完全打破，所以说这个位置上你很有可能出现的是一个对我们整个这个位置上的一个类似于矩阵。那么这样的矩阵从30分钟角度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它的交易难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回到日线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标普500在这个位置上连续，比如说这个周五其实看到它是一个大的阴线，其实就已经贯破了我们的生命线，整体走势就是一个偏弱了。那么这里其实是它有一个数据问题啊，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小的卖信号，但是呢没关系。那我们再来看后面的话，大家可以看你这个一个大火箭一下抡上去了之后，它要站到生命线之上，那如果你是一个多头，其实很简单，就是去守一个这根阳线的实体。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如果你是多头就很简单了，就守这个阳线的一个实体，或者是生命线这个位置，大约就是一个5260左右的这个位置。那么它在这个位置上直接冲上去，或者说在这儿做震荡，那么我们说这个地方又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的 ABC 的这么一个直接上去了这么一个走势，我们其实可以在个股上找很多的机会。那么如果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个强烈的震荡，那么就要小心，那么这个位置上就出现了一个比较难以交易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再来看指数，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我们再看这个 NDX 这个地方虽然也是一个非常长的大火箭，或者说这是一个线，但是它在什么？它收在了我们的生命线之下收到生命线之下。那么整个这个 NDX 走势，其实标普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是看起来比标普弱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看那就只用 DIA 吧，就是我们看道指在这个位置上它出现了一个比较强烈的这么一个反弹，但道指在这段时间的走势明显是更弱的，它直接贯破了这个生命线之后就一直向下沉，而且沉到了之前类似于低点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我们3点的观察，第一，整个市场上3个不同股指不同风格出现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分歧那么这个分歧是非常巨大。那我们再看比如说国债在这个位置上可以这个系统我们关掉，因为它不是设计成这个国债，都是只有 equity 的。好，我们来看国债在这个位置上也是有非常剧烈的会有一个非常剧烈波动，大家看大涨大跌在这做震荡。那么股市在这个位置上也是出现了内部的这么一个分歧。所以说呢，我们回过头来从周五的信息来看，我们去对应我今天的这么一个讲解的话题，那么就是指到是我们这个位置上是为什么会认为是所谓的一个陷阱，就是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不管做多还是做空，你要做的是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或者说在这个位置上想讨到市场上的便宜都是相对比较难的。那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是说他就要听机会，我想跟大家非常坦诚的说我们在市场中99%的人在1-2年内就要被市场所淘汰，这个淘汰指的就是归零就是离开这个市场。但是为什么大家前赴后继的进来，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那1%，但大家想一想，怎么可能呢？好，我们今天就是看，这就是我们对于指数的这么一个观察。好，我们再提一句，中国市场上一波大涨是什么？这连续的一个从今年2024年初开始，对于中国市场的强烈流入，那么在这2周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了一个流出，也就是说，当很多后手，不管散户还有国内的一些基金，他们在这个地方开始看多的时候，正好都被游资或者说外国的游资这些对冲基金给卖走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这是科技指数，那么它现在完成了一个什么呢？完成了一个向上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向上走势这里面形成了一个小的结构形成了一个小的结构在向上。那么这里是走了一个加速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来看港股的话，可能会更加清晰。那么港股的话是这样，连续的一个向上剧烈的1个月的狂喷，也是对于整个这样的一个释放，或者说这样能量的这么一个释放，那么形成了，我们再看，这就是形成了第2类的买点之后，那么这里形成了一个小的这个中枢震荡区，我们在这儿画一下，就是这儿，其实这是一个次级别的，我们这个不画那么细了大家看，这是一个次级别的。这是一个次级别的，那么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这就形成了一个叠加，冲上去以后向回拉回的时候会形成一个第3类的买点，或者说拉回到往这个中枢里来。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内部是不是形成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至少外资在这段时间是流出的，那么人家在这赚了钱了之走，所以还要踩到了个结构。因为一开始在唱多的时候，大多数人就不觉得它强，因为你这个地方走势比美股强的时候，大家不愿意做而真正又很多人又在这个又是什么？你可以突破买，也可以比方箱体下侧或者突破，都是很好的一个买点。但是你当它真正在这顶峰形成的时候，向下的一笔下的时候，反而大家很多人是在这些位置上抄底或者买入，那么这样的话你不就难受了吗？所以中国市场在这个问题，我们观察它的这一轮下，那么港股也好，中概股也好，他们走势差不多的，也就是我们这一轮上，这一轮下，这一轮上再一次形成这一轮下。那么这一轮下结束的时候，如果探的比较深，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大级别的这么一个结构，它会 bias 什么？就是我们在这儿做更多的震荡，然后再向上。那么如果我们说这个地方探的是比较浅，那么这一轮就还没有结束，就相当于我在这儿探的比较浅，我后面还有一个向上的这么一个反攻。那么具体怎么做，或者说具体的会怎么走，我们来具体的到每天观察到市场的这个变化，我们再来进行一个更新。好，上个视频跟大家讲过，出掉了这个MRA 和这个苹果。那么 MRA 的这个操作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做一个复盘那么我们上次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出的出在多少呢？我看一眼出在了168之后呢是148，为什么呢？这个地方连续的一个下行。那后来我还做了一个交易，我跟大家怎么做呢？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出了一个168，差不多这个附近。然后呢，第2天之后就大跌了，大跌之后呢，我们就观察这个单阳是否是不破，就是做一个单阳不破模型，因为后面的要缩量就是你这个单阳之后，你后面连续跌没关系，只要缩量。但是大家看，就是说在前一天我们看到它缩量，也就是小幅缩量，这个缩量有点差在什么呢？这个大阳之后后面几个项这个量都不是特别小然后呢，我们在它的生命线，也就是大约在这个143附近形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那我的交易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我就是在日内做了这个148左右的这么一个买入，差不多148左右的一个买入。那么第2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向上攻，而且它是一个日内的一个有一个利好消息突然向上冲那么我们来看1分钟图吧，我们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了。什么呢？它借了一个利好消息，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了一个什么呢？进行了一个上冲，就是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个上冲之后，快速的就是跳水向下跌，而且这向下跌的过程中，当你向上冲的时候，快速向下跌，
那么就在这个我成本附近，我在这儿就出掉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位置上就明显的是一个借高出货。那么整个的这个交易，我们说从它的突破这一天开始，我们在117附近的买入，然后单阳不破，这个位置上下跌，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呢？对于 call 的一些调整，包括一些 call spread 变成了 call， 然后在拉升的过程中又不断的向外 roll 我们的期权，而到最后我们看到再到最后我们看到就是说它的 IV 特别高的时候，我们换成了 call spread， 那你在下降的过程中基本就是利润在跑了。那么整个这个过程中，我跟大家也分享过，你不可能卖到最高，你也不可能永远吃到全鱼。那么这一轮的下跌，那你说这个利润，我们在168卖出之后，你下面剩下的一半仓位就不可能再吃到最高，因为你如果在这儿全出的话，它后面再涨上去，你又踏空了得拍大腿，而整个趋势还没有变坏的情况下，我们出到半仓，那后面的这一轮下跌下来了之后，整个这样的话等于说告诉我们这个单阳破有灾祸，对吧？就是说这是口诀嘛，单阳破了要有灾祸。那么这个位置上就意味着我们整个这个结构就完成了。那么在复盘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就是整个市场上这样一个走势，我们说的这样一个走势，它非常具有一个东方的操盘资金的这么一个特征，就是打底之后，每次打底之后就不管，让它自然的进行一个什么呢？衰落式的洗盘。每次打底之后，就只要一爆量，它会形成市场上一个关注点，它不管。那剩下的时候，每次上涨的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上涨过程中，经常是属于一个低开或者高开，在这个整个的交易过程中，它在降低成本的做日内的一个价差。那么之前出现了一个警示信号之后，马上反包。我们第二次的一个买点是哪儿呢？大家看，第一次的买点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方已经准备了好久的一个强烈的带量突破。第二次的买点其实是什么？是对这根阳线的第二次再有一次的一个买点，又形成了对它的一个突破。那么第一个卖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卖点就是在新的一个阳线走加速的时候，后面竟然还有2根衰竭的小阳线。那么这个小阳线的话，它的卖点并不是因为通过股市走势看到了，而是我看到了期权的它的一个 IV 在这个地方升高到了100%。那么我们就说期权的价格非常贵的情况下，那再向上攻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困难，而且也没必要。那么这时候果然面对的是一个出货，而且这个出货的方式非常非常的就是东方化东方化，这直接就往下打。那么你在后面我们说这个股票再操作的内容，你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它的交易难度又非常大了也可能就是震荡。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你就很难再有非常好的交易机会那我们再说到我们之前说的苹果这个地方都出清，苹果出清也是我下面的一个苹果是一个什么呢？苹果是一个非常好的基本有蓝筹的这么一个股。那么只要在深跌的过程中超跌，和我刚才讲的，之前我给大家分析过多次，我们来到了是大约200日线或者610日线附近，没有等到162，那大168附近进入之后，上面一个卖出，这个地方卖出信号出来之后190左右，那么这就出掉就完了，我们就可以做这样一个。它整体上来说，苹果因为你也不怕被套，早晚也能回来，所以整个苹果的这个交易就是相对来说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从来不会跟大家讲什么毛票，什么法拉利电动什么这种垃圾玩意儿，因为他们的交易的难度是极高的，因为你整个盘子特别小，很容易被一些小的资金在里面玩弄折腾。你在作为一个散户，本来流通非常差的情况下，你真想出，你底下没人接货，你是出不去的。所以最后的话，你会变成一个真的是一个没有任何胜率的赌徒，你的账户就会被这些东西吃掉。而相反来说，我们做一个大型的蓝筹股，它的这个操作难度就是会相对比较低。好，中间插一句，每周的更新以外，没法每天做视频，那么每天的复盘讨论日内都在我们的 Discord， 而且我最后还是每次都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些老铁们对我们的支持，您的支持让我们后续的发展就更加持续持久，而且呢我们也会越做越好。那么最后呢，我再跟大家分享2个点。那么一个是就是麦当劳和这个 TLT 大家问到的，麦当劳的这个地方是这样的，我的操作就是做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简单思维就是我也不会是做 trade， 而是说一旦它进入一个超卖区，而且它这个价格和这个咱们说，我给你放一个，咱们就简单的看，我们就是用一个 PE。就是我用一个简单的做一个 PE， 那么这个 PE 的话，只要来到了我认为比较合理的，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就是
低点就是大约22左右吧，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那随着国债的一个波动那么它来到比较合理的区域的话，那像麦当劳这样的股票，你就完全可以在这儿呢无脑买入。那我是第一仓买入大约270，然后呢之后250又进行了一个买入，那么均价就260。那现在的话呢，就是大约在这个价格附近。那么它一旦形成多头排列涨起来了之后，它现在还是空头排列，所以不做 CC。涨起来之后，你就是贴着它离得比较近的地方卖 cover call。如果走了就走了，无所谓。如果没走的话呢，你的成本260就只要把260之上卖 cover call。它呢就是等我们注意两个条件，第一，一定是走强了以后才开始卖啊。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你就持有它就可以了。做这种老乌龟股票呢，你就不用说做的那么细。有了之后呢，踏踏实实的持有，然后它还有分红各方面，这是我对整个这个麦当劳的把握。麦当劳是我自己一个非常喜欢的股票吧，它的股性非常稳而且你从来不套人。就之前我在这儿也是买早了280，在这儿买的时候，结果跌到了240、250，250之后你买的时候，看它最后还能回来，就是你哪怕它，而且它喜欢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做震荡。你的这个地方只要看 PE OK 就可以了，整个 business 或者说商业模式是非常稳定的，所以你就在这儿呢踏踏实实的做一些资产配置，整个一年下来再加上 CC， 你还真是很难，说实话很难被大盘击败，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投资利器。只不过呢，我们的这个投资者大部分都是，如果都是能这么稳健的投资，那市场上基本上你也很难吃亏。但大多数投资者呢，我们都是喜欢发财嘛，都是快速的发财嘛，所以呢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就稍微讲一下。那么对于我们说这个 ZB， 我们说这个国债的话，也是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刚才讲到了它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对于市场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也是一个风险的地方。那么整个我们可以看到通胀的反复，整个政策的变化，那么就是说债市的不稳，那么会带来股市的一个不稳。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 Twitter，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 Discord，支持我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